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永恩绝活哥上单的一个兑现情况。现在的话，这种对局的话是对局质量的话是在传说局4000多分了，差不多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永恩打上单的话是需要一定坦度的，不然的话他的对线不好对呀。永恩算是一个偏中后期的英雄，因为他比较吃装备，所以像前期的话，你必须要有对线英雄的一个技巧。这里面的话，你千万不能吃那个诺手的外圈 Q， 吃到的话就完全打不了，你就只能往后跑。这里没被勾到，拉扯得很好。这样两边都很谨慎，想要消耗对方的话，你看这里面只吃到一个内圈 Q， 就问题不大了。而且带的是3绿，有骸骨，你被他勾到的话 ，EQ 就没那么好打了。还有这里面看出装的话是上单的话，反而是第一件选择出迅刃会好一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玩，然后就不像赛季初你可以猛出银血这种一直撸到底。这里面的话就是可能在线上想要去搞死对方，大家都没那么容易。然后选择的话就是选择用迅刃的话就容错高一点。哦，这里空大了，那这样的话5级的优势就没有了。兵线压过去，对面有大招的话也要看情况。这里被勾过去 Q 中，他想打到底吗 ？P 没有血怒，但那个烫也烫死了，流血流死了。看来就是对面的诺手对血量的把控也是很好的，就不一定要打到你血怒他才那个。而且没有虚弱的话，大招劈上来确实是蛮痛的。像你的虚弱有时候不能交太早，还是需要说做一个那个，就是卡在他，比如说他放大招或者说那种爆发伤害的时候，这样子你的虚弱收益才是最高的。对面出了一个小制裁和那个铁板靴，那这样的话，永恩在没有装备没成型之前是打不动他的，那就只能偏为首的一个发育了。打诺手的话，只能一斩到 Q 出去打一套，然后通过 W 去斩那个盾。像你这里面他做了第一件，就像现在上单也有可能嘛，就你会玩的话，他第一件就是做那个这种有优势的话，第一件就做这个
防止你做这个那个饮血，你在线上打又打不动你，耗又耗不动你。这里的话，用 E 去把对面的果子给吃掉，这样的话，就算两边耗血，耗到血量不高的时候也可以。这里面对面还想来躲，那 W、Q 拉开，然后去吃兵线。两边都是博弈高手，真的细节很多。像永恩的，你想玩好永恩的的上限就是你要利用好一技能的2段 Q。有风的时候，作为一个位移去是吧？做一个参照。这里螳螂在打那个直接激活，秒掉螳螂。爆死，这点血量的话完全不怕的，因为永恩是有 E 技能，释放 E 技能以后，攻击对方会有在头产生印记，然后取消 E 的时候就会一个爆发伤害。那拿到人头饮血做出来了，这种像看情况吧，一是。如果真的很难兑现，可以先做训练。像这种的话还好，不会说完全没法兑现。就饮血增加续航。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差不多的一个钱，也是一个小技巧。站在高地位置的时候拉回去，买个装备再拉出来。一个 Q、EQ， 直接大招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伤害已经够灌死对面了。推完之后兵线，把塔皮没有塔皮了，已经6分钟了，6分多，7分钟了都。那看把这个塔推掉，因为现在的塔是没有塔皮以后很脆的。再把2个石头吃掉，再把小兵刷掉，直接回去补一件半件，还是很稳的，没有想着在那个草里面直接回家，还是回到自己的塔下。再出去以后的话，训练做出来的话，如果对面不去抓永恩的话，那上路就基本上是1对1，对位是对不过了的。绝活哥的操作好像确实是比对面更细节一点。只不过诺手这种英雄呢，他版本确实也没有差到哪里去。这里大招直接交闪也没用。直接 Q 收掉，那这样的话上路塔就可以推掉了。
E 上来规避一下他的伤害。对面辅助也是觉得自己有伤害。哦，这里面被包了，E 拉开，但是被砍。诺手还是这么的可以无脑操作，残血就是 P。0-4的 AD。这里上来给一套大招，但对面莫甘娜的金身还没有 CD。那大晚了的话，可能这边又大不到那个诺手。哦，不是诺手，是那个螳螂，还是秒螳螂更赚一点，因为它是 C 位嘛。这里 EQ 击飞，再接 Q 平 A， 直接收掉。像永恩这种，他用平板操作，确实猛很多。这里面吃到大龙 buff， 有大龙 buff 的话，确实伤害一个秒很难秒那个 Q， 然后逼过来对他开团，直接回家做死亡之舞，再做那个小的制裁。选择做金身了，要规避一些伤害。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孤注一掷的要 C， 尝试着要一个人杀掉对面5个嘛。现在伤害是完全够了的，而且永恩是有那个魔法混伤的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里面的话，选择先做那个蓝盾。像对面这种 AD 猛的话，蓝盾确实一个比较好的装备选择。
就是你每次蓝盾有一个点就是扛暴击，特别现在是大家都是暴击流，就是你每受到暴击伤害时会获得一层被动，每层被动是吧？可以减5%的暴击伤害豁免，就是减暴击伤害，最多可以叠4层。如果叠满的话，移速还有额外的减速抗性。反而是一件很不错的装备。这里面 EQ E 上去直接打一套，再 Q， 可惜对面有金身，但也是死亡金身，直接过来拿小龙。这里的话，队友拿龙，然后好像被反龙了，那这样的话节奏又得往后拖了。所以这局螳螂想来秒，有金身，但没办法用，把螳螂的那个复活甲给打了。这里亚索，真的这局估计想赢的话，靠亚索两兄弟。还是被烫死了。对面还有红 buff， 就是你到后期的话，有那种共享蓝红 buff， 被撵到就很难走。所以我觉得像那个莫甘娜，莫甘娜我感觉都还好，就是个免控制而已。我反而是觉得那种卡玛，为什么我觉得卡玛这个版本真的很爽？因为它的 E 技能在后期 CD 很短，而且队友只要你的队友在减速的过程中，你给一个加速，它就很爽，很舒服，甚至比那种给盾或者加血来得更爽一点。因为你像加血的话，有制裁那些，你也加不了多少。反而是给盾给移速能拖战，然后打下一轮输出或者拉开距离打输出才是最舒服的。这里的话后期的话来到一个劣势了，那没那么容易打，甚至野区的话都是被挤压出去的。这里莫甘娜，哦不对，是对面的卡萨丁。我说怎么莫甘娜敢这么飞，看错了。那对面掉2个，掉了卡萨丁的话，直接选择来拿龙，大招，然后金身规避伤害，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对面像远古龙拿到的话，后期基本上对面没得打，扛不住的，全是真伤。只要永恩这种
能超远程进场的怪物进去，对面就完全打不了。然后利用这条先锋龙，队友又掉点了，就看看尝试用这条上那个什么远古龙，拿这个大龙做一个推进，做一个三龙会。这里面还好有个点就是拿了3条小龙，有龙魂，不然的话都不好打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螳螂大招过来，直接秒掉螳螂，可以的，很极限的一个大招，命中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拿大龙。哦，还在打，石头人有点凶，烫不死，还好。选择一波也可以，兵线够的，3个炮兵，4个，3个炮兵。那这样的话就直接推掉了，全靠亚索两兄弟操作。好，那这局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